都盟评鉴2006年刚开始，那时候最准，因为他还搞不懂公都盟评鉴在做什么当时的质询率只有40%多，你可以想象他签完到就跑走了，根本他没有在管立法院。我们刚刚不是说他应该要来过法案、决定预算、审查人事，没有，签完到就走了。他反正也觉得自己是橡皮图章，反正可能老大决定了，他们只是投票部队。那到后来我们开始做评鉴之后，大概质询率已经到80%多，有时候到90%，就跳了1倍啊。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那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那镜头外的还有我们企划洋洋，今天也会一起来跟我们聊聊。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今天来宾呢是新朋友公都盟的执行长张宏麟。那强者我朋友他强在哪里呢？他是现任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执行长，也曾经当过立法院永续发展促进会的顾问，对立法院的了解呢可以说是非常专业的等级。那今天呢我们会来问问执行长，台湾的立法院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荒谬的事件？立法院真的有办法监督政府吗？然后同时呢也会来公布一下在公都盟的评选之下最认真和最摆烂的立委。那现在呢，就请执行长跟我们的观众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是，志奇、洋洋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很开心有机会来上节目，好好来让大家剖析认识一下立法院。好，不过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吗？空气中的污染物不仅是一大过敏源哦，更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1级致癌物。想要呼吸清净空气，保护健康，那就不要错过 Love Max 0号材个人空气净化器。它不仅防泼水、低噪音、轻巧好携带，更设有专利3大工法，层层净化空气。首先以静电集成拦截飞沫、PM2.5 等等污染物，再用光触媒分解空污和异味，最后透过 UV、LEDs 破坏细菌、病毒和过敏原结构。此外呢，它还具备即时侦测功能，可以根据空污浓度自动的调整运作模式，而且完全0号材，不用一直换滤网哦，只要洗干净就能够继续使用。现在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前往赞助，不仅能够现省1800元，还会送专用提袋哦。那一开始我们想要先问执行长这边的是，台湾的立法委员到底认不认真，然后跟国外比起来是如何啊？我觉得主要是我们的立委有没有在做他职权上的工作。法规上规定，立委其实有几个重要的工作。第一个，立法嘛，他决定国家的游戏规则。公务人员很常讲这件事情无法可管，对啊，那所以说我们就要让他有法可管。有时候我们就骂恐龙法官，我就说不能怪恐龙法官，要怪恐龙法条，因为有可能法条这么定，法官只能这么判。所以立法委员第一个要立法，再来是要做预算审议。我们一年如果真的问大家说，你知道国家一年总预算多少？我不确定有多少人缴了税回答得出这个话哦。但一般我们说法是中央政府总预算这几年因为疫情比较高了，现在在2兆多，将近3兆。那还有一个国营事业、营业、非营业基金加起来也5兆多，所以立法院一年要审议将近8兆的一些预算。那当然还有人事机关的人事同意权。其实我们在谈到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大家在谈 NCC， 在谈中选会客不客观、中不中立，基本上他们还是会由我们行政或总统提名之后让立法院来通过，更不用谈其他的行政监督。所以立委显然他一定要很认真，尤其台湾才113个立委，他应该要做很多事。但台湾最大的问题是，常常我们让立委在做里长的工作，没有好好去走。所以从我们过去来看来，其实立委有时候不仅他可能开会时间少，不务正业的状况也多。因为公都盟有用评鉴嘛，2006年刚开始，那时候最准，因为他还搞不懂公都盟评鉴在做什么，后来就有作弊的嫌疑嘛。对，我用一个简单的数字哦，我们当时的质询率只有40%多，你可以想象他签完到就跑走了，根本他没有在管立法院。我们刚刚不是说他应该要来过法案，他应该来决定预算，他应该来审查人事，没有。签完刀就走了，他反正也觉得自己是橡皮图章，反正可能老大决定了，他们只是投票部队。那到后来我们开始做评鉴之后，大概质询率已经到80%多，有时候到90%，就跳了1倍啊！所以从形式上来说，从公都盟的观察，因为评鉴，我们的确这10多年来有让立委从兼职的心态变专职的心态，只是说专职不代表专业啊，当然是目前我们看到立法院的样态。那我很好奇执行长有提到我们的立委常常会有在做里长工作的状况嘛？那国外一样会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吗？其实一定会的啦，因为民主选举我一定要让选民认识，不被认识怎么会有支持度？对，我连你长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甚至连你有出来选我都不知道，但很难。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为难的事情，他必得要第一线跟选民接触、被认识。
那当然我们认为这部分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过往对于去跑婚纱喜庆以公督盟角度来讲并不会反对，只是我们觉得出来代志你嘛是爱走，只能这样要求，就是说你在外面你有本事你可以有8个分身，那我们就只能感谢你，但最终在立委职权上的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子睡过头翘班不来或不议决，所以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无奈。那这当然也有点回到选民了，我们好奇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投这个候选人，他说因为我阿公过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来关心，那人在那时候最慌乱嘛，总是有人来关心很感动，再来头七又来捻香，然后再来公祭那天又来上香，他说这个我只要活多久我就会来投他，我不能说这种人情世故没有用，我只能说那我们要不要找少女白琴来当总统，就是这是一个为难的事，就是说他还是回到那个工作职务啦。那如果你要立委去做里长的工作，就没有人做立委的工作，这我觉得是还是会跟民众的期待有关。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会对立法院可能吵架、打架、作秀这些印象，那为什么立法院他们会这么的荒谬？是只有台湾的立法院会这么荒谬吗？早期的部分因为只有老3台的时候，因为媒体要报道，所以大家觉得我要做张力大一点的机会才有机会，就我现在最好丢个杯子给自己，其实就花絮这样，就说来宾翻脸干嘛，就是可能这样才会有画面，就是所以他们的确大家以前才会开玩笑说那个台上打架，私下结束就去喝酒干嘛，对，那真的是作秀啦。撇开这些作秀以外，开始大家想要好好来辩证论证，就会产生一个议题是，当大家不照议事规范走，最终只能诉诸吵架打架，这时候就会产生这些议事的攻防。不过我趁这个机会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了，我常会听到说立法院空转，其实公督盟不大会用立法院空转这件事来形容议事攻防，在民主里面我们其实不会用效率来解释民主，所以我很怕有人说本来就是反义的，对，我很怕有人说你看那哪一个国家它高铁盖多快，那你要想这公有多少人无奈无辜的就没有程序正义的房子就被拆了，或者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等等，所以民主本来就不是谈效率，可是民主重在这过程当中的沟通辩证，因为那个过程哪怕只有 5% 的共识，那 5% 却会是台湾民主的重要基石，那个共识大家以后不用吵了，那个就算你不管哪个党派哪个光谱，你就会觉得说 OK， 至少这件事我们认同，所以立法院应该是一个辩证讨论，最后无奈还是必得用民主形式的表决，那你如果觉得不甘心，下次就呼吁选民说，所以你票要给我再多一点。所以我就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曾经有参访团到英国去参访，那英国国会因为是100年国会，他们有他们一定的这些辩证的方法，在过程当中是谈辩论辩证，他们相信真理越辩越明，所以他们很骄傲的拿出他们的议事规范，他说我们很骄傲我们的整个议事的民主的过程，他说我们的这些规范可以让所有的流氓进到议事殿堂都变绅士。就我记得台湾代表团的人有点尴尬的说，我们相反，我们是所有的绅士进来都会变流氓，就是我们的规范就是怕的丢啊，插叫嘴啊，拱的丢，就是我们没有好好去辩证思考这件事情啊。所以这的确是我觉得台湾在议事上要去努力。不过我必须也帮立法院说话，其实那种很夸张的偏锋，那种很粗暴的攻防，我相信大家在印象中是少了啦，推挤啊干嘛的，我觉得还算正常范围内吗？我们就讲说这就是议事攻防可理解的范围，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民众的观感。你今天如果是因为执政党比方说他快速的粗暴的想要通过，我藉由这件事情拉高全民全世界的关注，目的希望舆论来给你支持，那我就讲那有分际。如果大家已经觉得你这样不 OK， 你又要去闹，这就我们刚刚提到的一起来，大家也会就是一起谴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主观社会的观感啊。那当攻防应该在那个分际，当然我们认为是可接受。但再来我还要问一个就是应该很多人很好奇的问题，因为大家想到立法院都会想到几个标志性的人物，就比如说我们如果想到国民党，我们就会想到王金平，想到民进党就会想到柯建铭，因为听说他们都是立法院里面著名的侨王，很想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应该这么说，如果把侨把它讲的一个我们很好听的话，当然就是协商嘛。对，我觉得所有东西协商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今天他说台面上一直吵也不是办法，我们还是想要社会国家赶快前进，不然我们来谈一下有没有针对相关的熟的或者比较懂这法规的人，大家再来辩证来拿捏。如果是朝向这部分，我当然是国家的福气啦。我们通常不会反对协商，我们只是比较怕它有不当利益交换，尤其是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识，就是
就是党团协商这件事。当这个委员会遇到争议的时候，他可以丢给党团协商，有30天的协调冷冻期。如果30天过了，当然可以拿出来表决，你也不能不同意见就停滞。所以我们协商过去一直称它是黑箱，因为它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所有党团或者是他们不想在台面上出现的事情，他们就在那一个党团协商室来讨论。但现在已经公开知道它长什么样子。我举一个案例，你就知道党团协商多神奇哦。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政党补助款，过去最早的法规是你的政党在全国选举过 5% 之后，你会有1票50块的补助。那小党就说不行，太高了，觉得要修正，最后就送到党团协商。现行法规是 5%， 国民党、民进党跟中选会说 3% 可以接受，因为中选会还报告说，如果把 5% 降到 3%， 会有多少政党会拿到补助款，从过去经验大概国库要支出多少。那时候有台联说不行，要 1%， 所以就现行法规 5%， 主要执政党 3%， 然后台联要求 1%。进到党团协商之后，最后的法规变成 3.5%。我的数字不大好，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观众朋友有数学天才帮我解明一下，这就是神奇的党团协商。3+1除以2。没有就是这本来这过往因为不公开，就有很多立法搞不清楚缘由，就变成在乔事。所以在不公开的状况之下，乔事这件事情的确在协商上来讲是非常明显明确，这是事实。那因为他们可是院长嘛，要主持协商，所以应该说只是他们2位因为很资深，影响力也很大，基本上只能说过去的确有党团3长跟院长这边协商的密室的体制是比较明显。那现在开放之后当然好一些。我一直说法是台湾有一点从表象的民主开始在做民主的深化。如果把民主比喻成一台车子，我觉得台湾现在在练习开这台车。我基本上是个乐观底，我觉得台湾的民主慢慢在进步，慢慢在摸索，只是有一个讨厌的中国这样子的因素在旁边，常搞得我们步伐会混乱。不然大体上我觉得台湾就是透过这种做过程当中，不断的在找到一个台湾合适的一个民主运作的一些方式。那我还问一个最近网友很热烈讨论的问题。最近国民党公布他们不分区名单嘛，那第一名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男人韩国瑜。那大家就很好奇啊，如果这一次国民党阵营真的席次过半的话，立法院院长是不是真的会由韩国瑜来担任？那由他来当立法院长的话，会负责什么业务呢？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大家好像蛮好奇这一点。第一个，院长很重要的角色主持议事啦，另外刚刚也提到了协商的部分哦。其实本来院长或者副院长的角色就是议事主持作为他重要的工作，他不是那个很清楚的态度干嘛，那你怎么协助大家？你可以想象一个帮你乔事的人，他就有主观的态度，你也一定觉得我才不要你来主持，因为你一定会偏袒他们，所以不要偏袒他，必得要对这件事情更为中立啦。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立法院长会决定秘书长的人选，而秘书长当然就会来决定我们所有秘书处行政部门的一个带领，这很重要。因为立法院除了我们立委以外，它其实还有所谓的法制局、预算中心，它还有这些，现在还有国际事务部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协助立法院的行政议事的运作，那它非常的重要。我必须举王金平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书长叫林锡山，不要忘记了，他最后被起诉，因为贪污了这个4-5千万。一个院长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秘书长来带领这团队？如果这秘书长是在任内透过职权去谋利，你可以想想院长如果派这样的人，影响会多大。再来，我也想要帮网友问问题，因为现在的选举其实有很多人会对政治还是蛮有无力感的，他们会觉得自己跟立法院，或者是他们感受不到自己跟立法委员之间的连结，是不是立法委员都没有办法贴近他们的声音？那人民是真的有办法促使立委做事情的吗？有时候立委不是不想要去关心事情，可他的问题会怕是意见太多元。通常立委有时候他对话的人，他不可能是全台湾几千万人，他一定希望有代表性的团体， NGO 就 NPO 这种指标会是重要的参考。你有代表性，我可以跟你，因为你已经帮我汇整的资料。因为立委最怕是说我今天定了这个计程车法规，那一个计程车工会骂我，这个计程车工会说要支持，他就会退缩，就说你们要不要讲清楚，或者我们来开协调会，也就是说他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些共识啊。所以比方说宗教法，大家一直觉得宗教敛财、宗教诈财、宗教骗钱、什么骗色多不多？
所以大家一定觉得宗教应该受规范啊。可问题来了，因为当初在拟这法规的时候，大家就偷渡了一些不好的法条，比方说有些违法的庙宇让它就地合法，但你听了会很生气。但是到底是宗教法整部法不好，还是宗教法里面几个法条不好？可是那时候团体为了让这件事情被凸显，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说宗教法是超越一切的圣法，是恶法，所以委员就全部都退了，大家就不提这法了。你就可以知道立法院的角力就这样子。其实你说有时候提法案的人是不是支持这法案，搞不好他是来捣蛋的人，他故意说酒驾测到就死刑，吃姜母鸭有酒驾就死刑，你看起来可能恰巧觉得他是在捍卫不要酒驾，搞不好他是支持酒驾的，他只是故意定一个非常偏激的法规，让协商不能过啊，才会造就这个法案就停滞在那边不会去动。这个都是过程当中其实许多的这些拉拔的一些为难，我们还是因为民众的关心，社会的事件有促成过一些法规啦。那如果以公投盟来讲，我们当初在推立法院的透明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透过这个国会改革承诺书，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候选人只有在选前他们都是瑜伽大师，你怎么给他折都会折成你期待的形状，所以我们就在选前列国会期待的改革，问他说那你当选要不要开放转播，要不要干嘛？每个人都为了证明自己是改革派说同意，所以我们就拿了当选有过半的人去找院长，那时候是王金平院长说这是你们过半的委员承诺，所以就要一点慢慢去走。我只能说整体来讲，就我刚刚前面说我比较乐观啦，我觉得台湾还是有持续在进步，只是也许有时候有点缓慢，有时候我们当然有点焦虑，但并不会没有进步啦。这部分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肯定整个我们国会的样态的部分还是有朝向较好的方向走。哇，但这些听起来都觉得哇，民主真的是比想象中更困难。当然啊，一直都是很困难的事，那么多人要决定事情，然后那么大的预算，你就想象2300万人在玩碟仙，就大家的力量看不见的那只手引导了那个地方过去，然后就这是好像大家都不想要的那个方向。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无奈啦，有时候我们都觉得不是民众不想参加，最怕是他有无力感，他觉得我发声了也没用啊，我这样做了也没用。所以我们既然谈到公共的参与，鼓励更多人来参与，但如果你在机制上又没有办法让大家可以愿意有心或者有无力感，当然大家就会逃离。那逃离的缺点就是当选的门槛会越低，所以我常有时候开玩笑说，我觉得台湾的黑道比我们一般的人更知道公民参与的重要，比大多数人都有民主素养。因为他们就参与进其中，他们知道不能放弃自己的权益啊，他们知道不能放弃自己权益，要参选，怎么可以放弃这么重要的权益？你可以想象以前是警察追黑道，我如果今天黑道当警察的时候，我就上台是局长，请问一下你们农历年你们会怎么做春安的规划？你讲还是不讲？我是质询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现在巡逻怎么巡逻？你们酒驾通常是什么基准？那你讲还是不讲？我甚至可以问你们的配枪现在到底多久？你们怎么用啊？你们平常出去拿不拿枪啊？裁判球员都是我的人，对，他直接公开询问自己想要的资讯，那我公开光明正大，还可以索资，对，可以索资，你不敢不给，所以要说这也是台湾的成功。台湾的黑道不用透过我们的节目教育推广，他们就知道不能放弃政治，而且很感人的，很多人还拼到当议长，所以这是台湾的值得我们欣慰的事情。哇！我觉得超好笑，而且好真实哦。对啊，就是都是真的很励志，这是很励志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应该请他们当公民老师。我觉得应该请大家就看到那个好处，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不能放弃，不能放弃。我觉得请黑道的议长去上公民课，那多有启发性。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超适合拍成影集或剧，它超好看。他可以明确告诉你，我就是因为哪些好处，我不能放弃这些权利，所以我如何运用这些权利拿到更多的好处。而且超好看，就是最后你就看到那个画面，他在质询他，然后对面要尴尬。哇，这个可以拍一个台湾版的教父之类的，真实发生太了不起了。就是公督我们平常会做哪些事情来监督立法院？第一个大家最熟知的就是评鉴了。我们觉得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跟透明政治。你的代议者，你应该知道他代议你什么啊？你可以想象一个班长，明明我们决定说我们希望今年毕业典礼要在晚上，就班长去他个人喜好，他有投票白天，就说那个人会不会他根本跟你期待的、跟你承诺的不同？
所以我们必得要让它透明，让大家看到他在立法院做什么事情。所以公督盟的立委评鉴其实基本上是在做立委的政治足迹的呈现。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你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消费者。我觉得台湾消费者运动很好，我相信大家买东西都会拿起来看制造日期、有效日期，看成分。那为什么你在投票前不会看看它的成分呢？它有没有成分不实、标示不明，是不是一个政治的黑心商品？我们把这些成分揭露，让大家来作为投票前的一个参考。所以我们主要当然是做立委评鉴，但目的是在把立委的表现揭露。像我们在推动国会改革比较在利益回避，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其实我们现行的法规，立委是可以兼职企业的老板，他可以当银行的董事长。那大家听一定觉得不好，可是现行的法规并没有限制，我们只能道德上觉得他不要。立委的游说登记也没有确实，113个立委每年的游说登记只有100-200件，鬼才相信，平均每个人才1件2件，你相信吗？那另外的部分，像我们现在助理聘用资讯高虹安的事件引起大家很大的讨论，但立法院现在我们每个月给他40多万的助理聘用费跟8万多块的加班费，我们也不知道他聘了谁。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只能透过我们的评鉴去要到。国民党抵制的是我们刚刚谈到的利益回避的资料，你的助理聘用资讯，你的游说，你有没有被游说，有没有登记，你有没有兼职盈利非利组织，你有没有去使用国会考察外交的费用。国民党既然集体开会做成决议说我抵制你不缴交，就如果没有转移，大家搞不清楚，好像只是表象的抵制什么东西，其实我们觉得有点可惜啦。那警长可以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评鉴出比较好或待观察，你们会有哪几个比较重要的观察指标？我们公督盟的评鉴基本上简单的分2大块，我们有一个基本分100分跟加减分。基本分100分主要是量化作为参考，就是你的出席，包含院会委员会，包含你有没有质询，你可质询你却不去质询，包含你有没有法律提案。当然不是说提案越多越好啦，我们只是说量化上来讲，你应该有责任针对各种法规，哪怕是不好的案子你要废止，那我们也算是。再来你要做预算把关，所以你有没有做一些预算不当预算的纠举，这东西我刚刚提到的都是中性的数字。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有一项20分是给公民来评鉴立委质询，就是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成为我们公民评委，你看了立委的质询10多分钟之后，我们有几个指标你来评量你觉得他的表现如何但我们要求是实名制就因为我们觉得评人荣誉还是要负责任，但加减分的确有主观不过公督盟也限缩我们自己在加减分的样态，我们主要还是以阳光公益的法案作为主要的加减分。针对这部分来讲，我们有几个小组会针对法案预算等等来做评量，我们也有严刑官司小组针对一些严询脱序来做扣分，所以我们有加分跟减分的部分。在整体基本的表现上，哪个政党比较好，其实公督盟的资料上在网络上你还是可以去对一下，整体来讲小党的表现还是比大党较为平均积极，这是事实。就过去我们在优秀立委小党的表现还是较好，如果以大党来讲，民进党还是优于国民党的表现，这是我们大概目前看起来的样态。那至于不分区或区域谁比较认真，倒不一定因为当然有人会谈到区域很辛苦，还要回去顾选区不分区，那这不一定这最后可不可以请执行长分享一下，就是你对这一次立委选战的一些观察？这一次当然我觉得有点可惜毕竟合并选举大家都会关心主帅，都没有在关心立法院的表现那其实这个回到我们前面在谈到台湾民主的一些现象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都有一个选举策略叫母鸡带小鸡。你看那个县市长候选人跟一个议员握着手，然后他说他是我的师父，或者我是他的什么好兄弟，那我问一下，议员当选要做什么事？议员当选监督他的刚刚说他的好兄弟搞不好他还师徒相称，是我的师父你要选一个徒弟来监督师父吗？他一方面又说什么不要独裁，要独立自主呢，拍照又喜欢2个人站在一起。其实你看国外，他们觉得立委民意代表都是独立的照片，我现在是哪个党我就是独立的，因为我要告诉你说我现在是这个党，他做错事我还是会监督他我比如说这是各党都有啦，就是说普遍的现象，所以每次这种合并选举，母鸡带小鸡，大带小，大家都看起来都有点依附，很可惜，就个别民意代表原来的目的都会消失。宪政体制的概念来讲，我们选出一个首长，然后来作为所有的议事、人事、预算的决定，但我们有点
不太安心，所以我们选出第二道保险，就是议会来作为行政的监督，再不行才有我们讲的媒体啦、公民团体啦等等，或者司法来做一个监督的规范。另外一个部分是议题有时候都有一点深色啦，所有的这些政策它也很为难的部分，这种法规永远都有那种线画去，有人在左边，有人在右边，它其实是应该要很严谨的辩证啊。台湾是需要更多人的关注了，那选出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些国会议员，才能针对我们的这些法规做更好的判断。最后，如果是我们的观众好了，执行长会怎么样推荐一般的选民在选立委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做功课？除了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公督盟的这些表现的资讯，参考我们优秀待观察的立委以外，也会谈到说有一些投票的一些指南的参考。其实很简单的说，我觉得政治人物还是有一定的操守的规范啊，他就是要来分配我们资源、决定监督的人。如果过去有涉及到贪污舞弊，我很难想象台湾很多人还能再连任，还能成为地方之王这样的部分，这是不可思议。也就是说，涉及到公共利益法规的这些人，一旦有涉法，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撇除才对了。至于这种家族集团的代议，这见仁见智，倒不是说这种家族集团出来的人一定都是不好的立委，只是说他如果不是代表他代表是一个家族政治利益的集团，大家所厌恶的是说他其实不是你的代议者，是他的家族的经脉的延续的代议者。这当然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作为参考，这些政治世家脉络，他们在过往是不是家族涉入地方利益非常多，从我们的财产申报各方面资料，其实我相信都可以看出这些相关的脉络。另外公督盟的部分当中最重要的是，如果连出席连提案各方面都不积极，我也不知道你选他干嘛。先不谈他专业，至少他要专职，他连专职的承诺都做不到，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应该都把它摒除了。其他的多元代议，这个我只能说台湾本来就应该我们在民主政治里面都有多元的光谱了。那在这过程当中，只要大家各凭本事，不是做票不是买票，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台湾民主的胜利了。我们公督盟还是比较喜欢讲一句话，就是民主是投票后才开始。过去一直觉得民主就是可以投票，但我们认为其实最好的状况是投票完我们还可以做什么，这才能看出台湾民主的深厚的程度。对，我觉得毕竟这也是4年大家好好投一次，但应该可以值得花你1个晚上或者是2个晚上好好的研究一下，就这一票你影响到的事情其实是蛮多的。那今天很感谢我们张宏麟执行长精彩的分享，谢谢。那期待大家都可以做一个负责任的投票者，或者是所谓的政治的消费者。好，那这集就先到这边。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也别忘把影片分享出去，或是点这个地方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